第二天早上在机场接到人之后，便往家赶。叔，我让阿和先送你回家休息，我跟阿珂今天要去一趟市委。阿浩，你还有没有一点人性？因为赶时间，昨晚我开会开到了近1点钟，早晨5点多就出发往机场赶，你现在又要拉我去开会啊？于伐科相当的不满，这货确实看着一脸的肾虚样子。没办法，咱得抓紧时间把影视城的区域定下来，这么大的事你肯定要参与。后边坐着的渔父含笑看着两人斗嘴，一点插嘴的意思都没有。见两人的话告一段落，他才开口：阿浩，晚上有点事，我们要和你商量一下关于移动电话这块的。好的叔，刚好我也有些想法。到了市里，阿和开着林安国的车已经在这边等着。林浩帮着把渔父的行李放到车上，提醒阿和路上开慢点，送走渔父。他指了指阿珂，示意他上车。你明年什么时候去美国？大概3个月左右。于伐科揉了揉眉心，那你过去顺便去渔业公司看看，那时我就不过去了。对了，马斯克那边你也要盯一下，这货有点天马行空。林浩点头，随即又问道：苹果那边没有动静？没有，风平浪静，股票也一样，咱买是多少？现在也才涨了不到2%，咋的？你打算抛了？林浩眉头一皱，如果他记得没错，再有半个月苹果的第一款智能手机就该上市了。这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。这是乔布斯能干得出来。阿珂，乔布斯不是一个甘于平庸的主，我觉得他肯定在酝酿大招。你当时决定投苹果，就是因为看好乔布斯？那当然，不看好他，我为什么要投？对了，标普什么情况？说到这个，于伐科心情大好，一个战术后仰，只能用形势一片大好来形容。阿浩，你觉得真能跌到500多点？那可是2倍多的跌幅啊！你知道代表着什么吗？代表着我投进去的2000多万，再加上8倍的杠杆，1年时间能给我带来3个多亿美刀的收入。林浩微微点头，也就是说，我投的近3000万，20多倍的杠杆，1年时间能给我带来至少14亿美刀的收入。靠，你这么聊天会没朋友的，凭啥我赚的还没你零头多？哈哈，别生气嘛，你要想想，你还赚了3个多亿，人家还有亏本的呢。你这么说好像也对。于伐科长长的叹了一口气，妹的，等于说明年10月份你就是100亿富豪了。差不多吧，所以我打算买架私人飞机，你要不要也买？你不打算送我一架？林浩想了想，似乎也确实该送一架，毕竟说到底，阿珂帮他太多了。两人聊着，便来到了市政府，复苏早就在楼下等他们了。两人下车赶忙迎了过去。领导，我们又不是不认识。我是来接于总的，又不是接你。领导，咱别把实话一直挂嘴边行不行？有点伤人。哈哈哈，当然也是来接我们林总的。2位老总请进吧，3号会议室，徐总已经在那边了。两人进去之后，一番寒暄过后，于伐科请的专业人士起身，打开电脑投影，开始汇报。目前我们圈定了3块区域，各有各的难点，也各有各的优势。具体的，于总，您和林总来裁断。第一块离中固村最近，也算是在本镇的范围内，离村距离不超过10公里。这块区域施工难度相对较大一点，因为山地较多，优势在于不会侵占太多的不动产业，所以拆迁的难度会小很多。第二块在市郊南20公里的位置，情况恰好与第一块相反。林浩和于伐科的手中各有一份报表，报表中罗列的比汇报的更清晰详实，甚至连工程预算都做了一个大概的估值。徐总的目光不时地投向两人，但并没有开口左右两人的想法。对他来讲，还是那句话，肉烂在锅里，不管选哪块，反正都是本市的范围，一旦施工就可拉动本市的经济增长，而若建成，也将长久地带来注意。阿浩，3块地的建设成本几乎差不多，你来定吧。于伐科想了想，还是把决定权交给了林浩。后者起身，让2个人帮忙把市地图展开。他拿着一支记号笔，在本镇靠西的位置一圈，就这块吧。随即又看向于伐科。设计图纸会是一项大工程，而且要绝对的精细，不仅是主建筑的风格，甚至是一条走廊、一盆花景、一块青砖，我们都务必要做到尽善尽美。所以这块还得请一些专门从事研究的人员参与进来。这块市里会全力配合。徐总说了一句，然后又对付苏招了招手，打个电话去县里，让他们安排人，下午开个会，把地皮完全敲定。这才又对于伐科和林浩道：2位在市招待所休息一下，中午我们一起吃个便餐，下午把地皮的事先敲定了。谢谢领导。徐总笑了笑，在林浩的肩头轻拍了一下。阿浩，是我谢谢你才对，跟于总一起休息会。两人来到招待所，于伐科先洗了个澡，然后往沙发上一歪，掏出香烟打了一支给林浩，后者摆手借了。于伐科一怔，
然后把已经叼在嘴里的香烟也取下腮盒里，这才道：阿浩，你觉得那块地什么价格合适？那块地拆迁难度不大，也就几个果林，也给予一定的补助，总共6.1万亩，我觉得不超过4个亿比较合理。而且这笔钱我们要分5年付清。说实话，这么大的工程，要是放在别的地方，地皮能半卖半送的。但这是你家，你不想占这块便宜，我也能理解。就按你说的，最多不超过5亿，首笔付2亿，剩下的3亿分5年付清就行。谢了阿珂。别废话，我先眯会儿，脑子里和浆糊似的。林浩也不再说话，歪在椅子上，看着窗外喝着茶。中午饭后没休息多久，林浩他们再度来到会议室。这次不仅有县里的陈总，就连镇上的严孙两人也来了。看到林浩露面，他们皆是露出了欢喜的神情。上午我们开了个简单的碰头会，林总这边把首选的区域放在了金桥镇上，所以下午把各位请来，咱们协商一下地皮交易事项。徐总开头先让大家知道选在金桥镇那是林浩的意思，然后目光看向老严。老严刚刚也看了具体的地段，先说说你们基层这块的困难。老严噌的起身，领导放心，没有困难，我们保证100%的配合。徐总笑了笑，又看向陈总。县里这块呢，老严的态度就是县里的态度，领导放心，就算有问题，到我那里也是终点。徐总再度满意的点头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就说说这块地皮的交易价格。于总和林总这边，先说说你们的想法怎么样？于伐科拱了一下林浩，后者当仁不让的起身。我看报表上写的是6.1万亩，那块地方大家也都清楚，主要是山地为主，施工的难度不小。当然，我做这个项目的初衷也是为了回报乡里。我和于总协商了一下，4个亿的价格是比较合理的，等于说6500块左右一亩，首批付2个亿，剩下的2亿5年付清。在场的大小领导面面相觑，这个条件不是太差，而是太好了。原本以为那块地林浩他们的报价能有2个亿就不错了。当然，几个领导中午也碰过面，他们心底的底价也是2亿，没成想人家开口就是4个亿，而且选择的付款时限也非常的合理。要不要市里出面跟银行打声招呼？对方开了这么优厚的条件，大部分情况下都没想着自己掏钱，而是通过市里担保从银行贷款。林于两人对视一眼，这次于伐科开的口，语气非常的轻描淡写。领导，2、3个亿拿出来还不困难，贷款我看就算了。别看说的轻松，但这句话听着就是霸气。徐总在桌面上轻拍一下，果然是英雄出少年，二位才是真正的企业家，不仅仅是个商人。言过了。而这一刻，陈总还有严孙两人的嘴都咧到了耳朵根，没想到事情会这么顺利。天啊，几十上百亿的大项目啊，最终落到了自己的治下。合同拟定明天上午签订，倒不是说现在合同不能签，之所以放到明天，还要是造势的。这么大的事，不仅市里的媒体会报道，省城想来也会有人关注的。正式说完，林浩提了一个小要求：这次的施工以及用人，几位领导见谅，我们需要100%的自主权。说白了，就杜绝关系户，也别想着走后门。徐总再度一拍桌子：谁要这么干，就是砸全市人的饭碗，那我不介意先砸了他的饭碗。说话的时候，目光扫过现场一众领导。阿浩，还有什么要求尽管说。林浩笑着摇头，会议到此就结束了。林浩开车带着于伐科回了家。